青铜时代大崩溃，3000年前高度发达的文明为何一夜消失？欢迎光临深邃视野，我是您的时光导航员劳伦斯星辰。前面几期我们聊了人种起源的问题，相信大家已经明白，讲述这些对于理解人类历史有着重大的意义。历史的走向与人种的变迁、文明的分化密不可分。看懂了人类的起源和各个族群的演进历史，你就能理解今天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博弈、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甚至是我们内心深处对他者的偏见，其实都能在数千年的基因流动、气候变迁和帝国兴衰中找到答案。所以说，学习历史的深度往往藏在历史事件之外。今天我们就从一场3000年前的惊天崩溃讲起，看看当全球化第一次断裂时，人类是如何坠入深渊的。不过在进入崩溃的细节之前，我们需要先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青铜时代本身是怎么来的？它又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哪些深刻的影响？因为只有理解了青铜时代如何建立，才能真正看懂它为何崩塌。青铜时代的起源与社会革命。让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拨几千年。在青铜出现之前，人类已经用了上百万年的石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先民们偶尔也会捡到天然的铜块，那种泛着红光的金属可以被锤打成小珠子或小刀，但这种红铜太软了，甚至不如黑曜石锋利，所以它只能做装饰品，替代不了石斧。真正的飞跃发生在大约公元前35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那里的工匠们发现了一件神奇的事情：如果把铜矿石和锡矿石放在一起熔炼，得到的新材料竟然比纯铜硬得多，而且熔点更低。这就是青铜，铜与锡的合金最佳配比大约是10份铜1份锡。为什么这个配方如此重要？因为纯铜的熔点是1083摄氏度，需要非常高级的炉子才能融化，而加入锡之后，熔点降到了800度左右，普通的陶窑加上鼓风就能搞定。更低的门槛意味着更多的人可以掌握这门技术，而更硬的质地意味着它可以做成前所未有的锋利武器和耐用工具。于是人类历史被画出了一条分界线，此前的几十万年属于石器时代，此后的2000年叫做青铜时代。但青铜不仅仅是一种新材料，它更像是一颗投入人类社会池塘的巨石，激起的涟漪波及了政治、经济、战争和文化。在权力结构上，生产青铜需要铜和锡。铜矿相对常见，但锡矿极其稀有，主要分布在中亚、安纳托利亚东部，甚至远至不列颠群岛。这意味着每一个青铜文明都必须依赖长途贸易，谁控制了矿源和商路，谁就掌握了武器和财富。于是早期的酋邦迅速演变成中央集权的王国，统治者垄断青铜的生产和分配，用青铜铸造象征王权的礼器和祭器。中国商周时期的九鼎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它们不是兵器，而是定鼎天下的神圣符号。在经济与战争上，青铜斧头和镰刀让农业第一次有了真正高效的工具。欧洲北部原本覆盖着茂密的森林，青铜斧及斧子就能放倒一棵大树，土地被大规模开垦，粮食产量飙升。同时，装备着青铜矛头、护甲和战车的职业军队，对于仍然使用石器的部落拥有碾压性的优势。征服和统一成为可能，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帝国由此诞生。在文化与知识上，为了管理日益复杂的贸易和税收，初代的书写系统应运而生，楔形文字、象形文字、线性文字币都是青铜时代的产物。冶金术本身也是一门早期的科学，它需要矿物识别、配比计算、炉温控制，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换句话说，青铜时代不仅改变了人类的工具，还改变了人类的脑子。巅峰上的古代全球化。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3000年前，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地中海。那是一个让后世惊讶的古代全球化时代。当时的埃及第19王朝正在建造阿布辛贝神庙，拉美西斯2世与赫梯帝国签署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份有记载的和平条约，那块著名的银版条约。赫梯人已经掌握了炼铁技术，虽然暂时还没能取代青铜。迈锡尼希腊人修建了巨大的圆顶墓和狮子门，他们的陶器远销到撒丁岛和黎凡特。塞浦路斯是铜矿中心，每年向埃及和乌加里特输送数百吨铜锭。腓尼基港口比布鲁斯已经和希腊、克里特保持了几百年的贸易往来。乌加里特城拥有一个庞大的图书馆，里面存放着使用7种不同文字书写的泥板档案，其中包括世界上最早的字母表之一。巴比伦的数学家们已经解出了2次方程，
亚述的工匠制造出令人惊叹的象牙浮雕。外交上，赫梯国王与埃及法老互称我的兄弟，两国王室联姻，互赠黄金、医生和工匠。考古学家在土耳其海域发现的乌鲁布伦沉船上装载了来自至少7个不同文化的货物：塞浦路斯的铜锭、叙利亚的玻璃、迦南的陶器、埃及的金圣甲虫、波罗的海的琥珀、非洲的象牙，甚至还有一柄来自意大利的权杖。这条船明确地告诉我们，当时的地中海已经是繁忙的国际航道。宫殿里堆满了来自远方的奢侈品，宫殿经济高度发达。迈锡尼的泥板记录着复杂的税收、配给和劳动力分工。一些城市的规模达到了3万人，在3000年前，这可是超级大城市。他们拥有下水道、浴室、大型粮仓、专业军队、战车作坊和专职的文士阶层。这是一个拥有外交、物流、工业生产、科学知识和文学记录的复杂社会。而这一切，所有宫殿、所有舰队、所有书写系统、所有外交档案，在短短几十年内，也就是1-2代人的时间里，全部化为灰烬。城市废弃，帝国蒸发，这种崩溃的速度和彻底性，在世界史上极为罕见。进入崩溃之谜，我们总以为自己的全球文明坚不可摧，但3000年前，一个高度整合的地缘政治网络早就发现了确定性究竟有多脆弱。从迈锡尼宫殿到赫梯首都哈图沙要塞，古代世界的血脉被一场由环境压力、移民浪潮和隐藏弱点构成的完美风暴生生切断。而一场持续150年以上的大干旱，成为了引爆整个系统的导火索。考古学家埃里克·克莱因将崩盘发生的关键年份锁定在公元前1177年，那是海上民族入侵埃及并被击退的那一年。但这个年份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句号，崩溃的进程早在几十年甚至1个世纪前就开始了。谜题：乌加里特泥板。今天，我想先给你留下一个谜题。假如你接到一条发自最后一座城市的求救消息，说敌方舰队已登陆，离城只有几公里，而发出这则消息的人很可能在写完泥板的当天就被烧死在废墟中，你会认为这是科幻电影还是真实事件？答案是都不是，它是真实发生在叙利亚古城乌加里特的最后一段历史。1960年代，考古学家在乌加里特的废墟中发现了一组极其特殊的泥板档案，其中最著名的一封出自一位名叫伊利·拉皮赫的商人。他在泥板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敌人已经登陆，他们的船队出现在海面，我们的军队被击溃，城市遭到围攻，请派援军，请求你们派出战车和步兵，敌人已经攻破城墙，我的城市被摧毁，整个国家暴露在敌人面前。天哪，谁能救我们？这段话至今读来仍令人触目惊心。信息发出不久后，乌加里特便被彻底焚毁，城市再也没有被重建。专家认为这封信从来没有被送出，战火已经烧到了门口，刻字员或许是在绝望中写下了最后几行，然后与城市一同化为灰烬。更有意思的是，考古学家还在同一片废墟中挖出了一块被烧焦的泥板，背后记录着一个日食。看来当时的祭司曾警告国王将有灾难降临，然后没多久，整个王宫便被大火吞噬。乌加里特的毁灭是整个青铜时代系统崩溃的一个缩影，系统脆弱的根源。那么崩溃前的世界到底有多复杂？我们来仔细看看这个所谓的古代国际体系。公元前13世纪，地中海东部形成了一个超级网络，参与者包括埃及新王国、赫梯帝国、迈锡尼希腊、巴比伦、亚述以及腓尼基和叙利亚沿海城邦。他们通过正式的外交信函，比如著名的阿马尔纳文书，加上王室联姻、礼品交换和商业条约，构建了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这个时代的名字本身就揭示了它的核心技术——青铜。我们已经知道，青铜需要铜和锡，而锡矿极其稀有，必须从千里之外运来。剑桥大学的考古团队曾模拟过一条典型商路：塞浦路斯开采铜矿，锻造铜锭，用船运输至乌加里特，再由陆路商队送达赫梯和亚述，然后再通过易货换回粮食和木材。这样一张网络将远达大西洋岸边的康沃尔锡矿与地中海核心文明连在了一起。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如果没有那几千公里的海陆物流链，就不会有青铜时代的霸权。然而，正是这种高度互联、专业分工、中央集权的结构，埋下了系统性崩溃的种子，就像一个过度优化的供应链，任何一个节点断裂，整个网络就会停摆。骨牌效应与特洛伊谜题，这种崩溃不是一根柱子倒塌，而是所有柱子同时开裂。当社会变得极度互联，
一个地区的失败会迅速传染给其他地区。考古学家如今普遍认为，青铜时代崩溃是一场同步性灾难，从希腊大陆到安纳托利亚，从叙利亚海岸到迦南，几乎所有城市遗址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燃烧层和遗弃层。2025年的一项考古报告指出，在公元前1250年到1150年之间，东地中海地区的城市毁灭率达到了惊人的90%以上。这里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谜题：特洛伊战争到底是真实历史，还是荷马编出来的神话？如果战争真的发生过，那么特洛伊城究竟是怎么毁灭的？1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学家在西沙利克挖出了至少9座特洛伊城，其中最关键的是2个地层，特洛伊6层和特洛伊 VIIA 层。特洛伊6是一座宏伟的双层城墙城市，但考古地层显示，它并不是毁于战火，而是被一场地震彻底摧毁了。城墙石基有明显位移，房间内出现挤压坍塌的骨骼。地震过后，幸存者重建了新城特洛伊 VIIA， 这一层变得拥挤不堪，城墙匆匆加固，大门被封堵，而它最终毁于一场大规模火灾，焚烧层厚达近1米，废墟中散落着箭头和未埋葬的人骨。特洛伊 VIIA 的毁灭时间与荷马史诗描述基本重合，但问题来了，当时麦西尼希腊自身已濒临崩溃，哪有能力组织跨海远征？焚烧特洛伊的究竟是谁？是色雷斯人、弗里吉亚人，还是那些神秘的海上民族？至今考古学界争论不休，但学者们几乎确信，这些真实的地震与大火在民间口口相传400年后，被融进了那部恢宏的悲剧叙事。海上民族起因还是症状？接下来我们聊一聊那群最神秘的入侵者——海上民族。埃及文献详细记载了他们被称为腓利斯丁人、谢克勒什人、丹亚人。据考古推测，腓利斯丁人很可能是从希腊麦西尼半岛移民过来的，他们占领了今天加沙地带的一片区域，希腊人因此称那里为 Palestine， 腓利斯丁人之地，也就是巴勒斯坦的词源。有趣的是，圣经中腓利斯丁人是参孙的死敌，但考古发现他们的定居点充满了爱琴海的陶器和建筑样式，他们不是野蛮人，而是携带先进文化的迁徙群体。2025年的 DNA 研究显示，他们的组员相当复杂，更像是爱琴海多地混血的大海之子。现代学者逐渐达成共识，海上民族不是单一的外敌，而是混乱的症状。他们是气候难民、湿地农民、流亡战士、海盗的混合体。他们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原有的宫殿体系已经崩溃，无法再提供粮食和工作。他们既是毁灭者，也是被毁灭后逃亡的人群。除了外敌，还有内乱。考古学家在希腊的皮洛斯王宫泥板中发现，地方长官开始囤积小麦，拒绝上缴青铜，卫兵口粮被削减，甚至出现陶匠罢工。赫梯文献中出现了一则绝望的皱文：现在粮食仓库空了，人民吃土。所以这场崩溃是从外部压力到内部解体的彻底内爆。大干旱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过去10年，古气候学家从以色列的岩洞、塞浦路斯的湖心中提取了高分辨率数据。2025年一项研究确认，大约公元前1225年后，整个东地中海遭受了持续150年以上的特大干旱，年降雨量减少30%到50%，谷物欠收，橄榄和葡萄枯死，粮食税锐减，金库空虚。更致命的是，城市依赖复杂的梯田和水库系统，一旦干旱持续超过2年，灌溉系统就会坍塌，而修复需要数年劳力，但那时资源已经耗尽。没有粮食就没有税收，没有税收就没有军队。赫梯最后几位国王在泥板中哀叹：我们没有粮食给士兵，敌人来了，大地沉默。乌加里特的焦黑泥板最后一句正是：敌军上岸了，谁能来救我们？那是在断粮断源中写下的。干旱还迫使人群大规模移动。叙利亚北部发现了大量临时营地，简陋茅棚，被屠杀的牲畜骨骼，无随葬品的匆匆埋葬。这就是最早的气候难民。他们向沿海、河谷移动，当发现目的地也已废弃，便转为掠夺者。海上民族的船队里很可能装满了拖家带口的农妇和牧羊人。还有一个更震撼的细节，赫梯国王曾写信向亚述求救，请赐我粮食，我的国家正在吃草。另一位国王甚至威胁神灵，如果你们还不降雨，我就放弃统治。这种绝望前所未见。正是极端生存困境使赫梯帝国第一个全面瘫痪。文化的断裂与铁器的曙光。青铜时代大崩溃最残酷的后果，不是物质的毁灭，
而是文化的断代。迈锡尼人的线性文字必只存在于宫殿泥板中，宫殿焚毁后，文士死亡或逃散，这套书写系统永久失传。希腊进入长达300年的黑暗时代，没有任何文字证据。赫梯的象形文字同样消失。乌加里特曾出现最早的字母体系，也随着文士的消亡烟消云散。埃及虽幸存，但国力大衰。然而崩溃之后，人类并没有永远沉沦，他们找到了新的出路——铁。实际上，在青铜时代晚期，铁还是一种珍稀的贵金属，从天而降的陨铁比黄金还稀罕。但当长途贸易断裂，锡矿无法运达时，幸存的人们发现铁矿石几乎无处不在，沼泽里的铁结合，河床里的铁沙，随便挖一挖就有。而且炼铁不需要复杂的配方，矿石加木炭在炉子里烧到1000多度，就能得到一块海绵状的铁块，反复锻打就能做出工具。早期的铁质量并不好，硬度甚至不如青铜，但铁有一个青铜永远比不上的优势，它便宜，而且到处都是。一个铁匠在废墟边上挖个炉子，就能打出矛头和镰刀，普通农民也能买得起金属武器了。这在当时是颠覆性的变化。铁器如何催生平民军团并改变战争？在青铜时代，战争是贵族的游戏，一辆战车，一套青铜甲胄，需要耗费一个普通农民几十年的收入，只有少数精英才能负担得起。战场上英雄对决，战车冲锋，正如荷马史诗里阿喀琉斯和赫克托尔1对1单挑。铁器时代完全打破了这种垄断。当大多数自由农民人手一把铁剑，一面铁盾时，军事组织方式必须跟着改变。贵族战车在密集的步兵方阵面前不堪一击，于是一种新的军队诞生了——公民兵。古希腊的重装步兵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来自普通公民家庭，自己出钱买铁质胸甲、劲甲、圆盾和长矛。他们排成紧密的方阵，盾牌挨着盾牌，长矛从缝隙中伸出来，像一只金属刺猬向前推进。这种阵型依靠的不是个人武艺，而是纪律和协作。任何一个士兵如果掉头逃跑，整个方阵就会暴露。所以他反过来强化了公民的责任感，你上阵杀敌，你就有资格参与政治。铁器时代的平民军团直接把军事义务和公民权利挂上了钩。后来的马其顿方阵和罗马军团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罗马士兵被称为扛着武器的攻城队，因为他们用铁锹、铁镐和铁斧，行军途中随时能搭桥筑寨。战争从1-2天分胜负的会战变成了持续数年的系统性消耗，军队规模也从几百人扩张到几万人。没有铁器的普及，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更重要的是，铁器武器让平民有了向贵族讨价还价的筹码。古希腊城邦的民主制，罗马共和国的公民大会，其军事基础就是自备武器的公民兵。亚里士多德说过，一个城邦的重装步兵越多，这个城邦就越民主。这句话说到了本质上。所以铁器的崛起并不仅仅是换了重金属做工具，它是一次深刻的社会重组，从贵族战车到平民方阵，从英雄决斗到纪律协作，从宫廷垄断到公民权利，从废墟中重生。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崩溃之后的故事了。公元前1177年之后的300年里，地中海东部变成了小村庄、铁匠铺和墓地散布的荒野。曾经辉煌的宫殿被遗忘，线形文字必成了死文字。但那些活下来的人没有放弃，他们学会了用铁，他们放弃了中央集权的宫廷经济，转向了以村庄为基础的分散生产。他们不再建造巨型宫殿，而是建造公民广场和神庙。他们用字母书写史诗和法典，字母比线形文字简单得多，普通人也能学会。到了公元前8世纪，新文明从灰烬中站起来了，腓尼基人、希腊城邦、弗里吉亚、吕底亚、以色列和犹大王国。他们不再使用青铜战车，而是驾驶铁制的3列桨战船。他们的军队不再是贵族战车队，而是由铁制武器武装的公民方阵。正是这些公民兵在马拉松平原上挡住了波斯大军，在萨拉米斯海湾上摧毁了波斯舰队，最终把古希腊文明推向了巅峰。现代回想与结语，最后让我们回到当下。青铜时代的崩溃给今天的人类留下了最不寒而栗的警告。当一个系统变得过于复杂，过度依赖长途供应链，权力过于中央集权时，一个看似微小的冲击就可能引发连锁崩塌。我们今天的全球供应链与3000年前青铜时代的贸易网络惊人的相似。
我们的电脑芯片依赖台湾和韩国的晶圆厂，能源管道穿过战乱地区，粮食供应依赖黑海港口的谷物运输。2020年的新冠疫情暴露了准石质供应链的脆弱，只要一艘货轮堵在苏伊士运河，全球的汽车厂就得停产。而现在的美伊战争，几艘军舰就让石油断供，油价飙升。青铜时代的地中海商人如果听到这则新闻，一定会露出苦涩的微笑，因为他们也经历过类似的锡矿断供导致武器短缺、边境失守的死亡链条。想不到人类经过了几千年，文明还停留在原始年代。气候方面，2025到2026年的最新数据显示，东地中海和非洲之角再次面临严重的干旱，已经引发了新的大规模移民。欧洲的反应与3000年前赫梯帝国关闭边境、埃及修建围墙的做法惊人的相似。历史不会重复，但它会押韵。我们今天的电网、互联网、金融系统都是高度互联的，一次太阳风暴，一次软件更新错误，就可能让整个系统瘫痪。青铜时代的供电需要几个月才能重建良渚，而我们只需要3天的停电就会丢失几乎所有的数字记录。也许最令人不安的教训是，复杂性并不保证永恒。青铜时代的供电繁荣了15个世纪，仍然在一代人内覆灭。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的文明免疫于这种命运？当然，这不是要宣扬宿命论，而是提醒我们，真正的韧性不在于建造更高的城墙，而在于保持适应性。铁器时代之所以能浴火重生，正是因为活下来的人放弃了中央集权的供电经济，转向了分散的以村庄为基础的铁器生产。他们失去了书写和纪念性建筑，但没有失去农业知识和生存技能。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不是退回黑暗时代，而是如何在保持全球化好处的同时，注入更多的冗余、本地化和多样性。当你关掉这个视频的时候，不妨看一看你手机里有多少零件产自不同的国家，想一想你的城市有多少天的粮食储备，然后问自己一句：如果明天全球供应链中断1年，你所在的社会会不会也像乌加里特一样，留下一层无人掩埋的灰烬？如果您喜欢这种从考古、材料、社会结构到现代启示的全方位深度解析，请点赞、订阅、分享。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下期再见。